各位好，我係 Terence。大家應該都知啦，比特幣其實係喺2008年嘅呢個環球金融海嘯入邊誕生嘅。個背景就係當時啦，美國嘅次按危機啦，就係因為呢一班咁樣嘅華爾街嘅大行啊，呢啲金融大鱷咧，就亂咁去做一啲衍生工具、一啲金融產品嚟到圖利。令到嗰美國嗰個樓市有個巨大嘅泡沫啦，然後泡沫爆破，令到呢啲金融產品都出現爆破啦，就涉及嘅風險咧就擴散全球，產生一個當時講嘅百年一遇嘅黑天鵝事件啦，令到眾多嘅股票啊、貨幣啊、債市啊、商品啊都大幅波動啦，好多人失業啊，好多人變成負資產啊，還唔到錢啊咁樣。嗰陣時美國政府又出咗一個7000億嘅救市方案啦。咁喺一啲尤其係呢啲奧地利經濟學派嘅角度去睇啦，就包括中本聰呢類咁樣嘅 cypherpunk 嘅角度睇咧，而家咁樣大印銀紙去救呢啲金融大鱷咧，其實係劫貧濟富啦，令到呢個世界更唔公平嘅。其實一直以嚟呢種咁樣嘅印鈔制度咧，就係一直會係肥上瘦下嘅。因為社會上面呢啲精英階層、特權分子咧，就有權通過政府呢啲機關啦，就去印銀紙，然後再選擇點樣去分配呢啲新嘅貨幣、新嘅財富，最尾亦都會傾向呢一啲咁樣嘅精英分子，令到我哋呢個地球即係可以話係呢個地球全人類咧，就普遍咁樣受到唔公平嘅對待啦。喺香港，大家都應該感受到啦，我哋嘅樓價同埋生活指數生活成本咧不斷飆升，我哋嘅人工係永遠跟唔到呢啲生活成本上漲嘅幅度嘅，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大印鈔票衍生嘅問題，而比特幣就係喺2008年呢次金融海嘯入邊誕生嘅。但係咧，比特幣喺金融危機入邊誕生，亦都係喺金融危機入邊咧就出現新嘅聲浪嘅喎。例如喺2013年啦3月，塞浦路斯就出現一個金融危機。喺歐洲呢個小國啦，塞浦路斯嘅政府咧當時就宣布實行呢個銀行嘅存款要徵稅喎，因為咧佢要攞呢啲稅咧嚟到去救嗰啲陷入呢個金融危機嘅銀行。呢個計劃咧就受到廣泛嘅反對同埋抗議啦，因為喂大佬，我存咗啲錢喺銀行，你仲要打我稅，攞完啲稅係用嚟救嗰啲銀行喎，咁即係我作為一個星斗市民辛辛苦苦存咗錢嘅，咁就好唔中意呢種咁樣嘅做法啦。然後呢個咁嘅危機咧就進一步擴散喺歐洲其他國家，令到佢哋嘅避險情緒升溫。嗰陣時咧，就有好多歐洲嘅人咧，就第一次去嘗試咧，就買入比特幣嘅。所以比特幣咧就喺一個月內由40蚊咧就飆升上去260蚊，升咗超過500%嘅。然後到2015年咯，我哋又見到另一場金融危機啦。今次就喺中國嗰度發生，而且係用一個股市崩盤嘅形式出現嘅。中國股市之前呢，就經歷咗2008、09年啦，嗰個環球嘅金融海嘯啦，就嗰陣時溫家寶政府啦，就用呢個4萬億嘅基建嘅救市啦，除咗救活咗中國經濟咧，其實甚至有説法咧，就係話咧佢救咗全世界經濟嘅。但係咧就大家都知啦，中國股票啦一直啲估值又過高啦，然後其實個經濟增長始終係同以前相比咧已經放緩咗啦，仲有好多啲監管變革呢啲咁嘅問題所擔憂嘅，所以突然間咧就喺嗰一年2015年嘅6月同埋7月咧，就有一個突如其來嘅拋售，尤其係咧有關嘅當局咧。喺較早之前咧，就引入咗一個熔斷嘅機制。呢個機制咧，就進一步加劇嗰個市場下跌。
因為呢個機制就未實施嘅，啲投資者咧就趕響呢個熔斷機制實施之前啊，就拋售啲股票啊，驚之後會影響我自己走佬啊，所以咧令到嗰個市場價值咧短時間內幾個月內咧就跌到1/3，成個中國股票嘅市值。喺嗰段時間咧，呢啲投資者咧就再次湧入比特幣作為避險資產啊！我個人就傾向相信咧，其實嗰陣時開始咧就有唔少嘅中國呢啲大 KOL 啊，呢啲隱形嘅富豪啊，或者一啲唔係隱形嘅係真實嘅富豪咧，就初嘗比特幣嘅甜頭。呢個我個人嘅推測啦。令到咧中國就出咗一班呢啲中國版本嘅比特幣 OG。咁喺股市崩盤之前咧，比特幣嘅價格就280蚊到啦。然後咧嗰半年咧就已經升到去430蚊以上啦。然後咧就應該大家仲有少少記憶嘅，就係新鮮滾熱辣嘅 COVID-19 啦。COVID-19 咁顧名思義就2019年就已經發生咗噶啦。但係嗰時就冇封關啦，就將個病毒就擴散到全球啦。睇翻嗰啲百度地圖啊，嗰啲中國航線啊，嗰啲大家已經見到噶啦，好精彩嘅嗰啲圖像、嗰啲畫面。咁啲病毒擴散全球，全球嘅疫情咧就引發咗呢個環球嘅經濟危機啦。好多國家都要封城啊咁樣嘅，啲企業即時要關閉啊。然後同時間啲政府要出啲救助俾啲市民喎，咁政府嘅開支又急增啦。嗰陣時咧就有段時間咧就比特幣又急跌，跌得好誇張嘅。我好記得嘅，嗰陣時就我冇記錯應該3月中到啦，11定12號啦。9000幾急跌落去8000幾咯。我自己係 set 咗一啲買入盤嘅限價買入盤，咁就8000、7000、6000、5000我都有 set 嘅。結果中晒8、7、6、5000都中晒。最尾跌到去4000、3000，我已經冇啦，已經冇錢再入啦嗰陣時。最後我冇記錯應該跌到3800幾啦，大概嗰啲水平啦。幾日內8000幾跌到3800幾。然後咧就各大嘅央行又要印銀紙救市啦，又減息又成啦咁樣，再一次啦，今次係好癲啦，就帶動咗成個比特幣至加密貨幣Web3 嘅大牛市啦。輾轉間咧就2019年講錯，2020年3月最低位3800幾，就升到去1年半後啫，2021年11月咧。就升到去69000啦，比特幣一時佳話啦，就成個 crypto 成個 Web3 咧就進入咗公眾嘅視線啦。然後最新近咧就可能可以講係呢一次就係啱啱今年3月咧，就美國嘅銀行危機啦，就由呢個矽谷銀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同埋呢個標誌銀行 Signature Bank 為首啦嘅一次咁樣嘅金融危機啦。佢哋呢次咁嘅銀行危機就係因為佢哋嗰啲資產債務嘅不相配啊，令到佢哋出現一個利息差嘅產生嘅虧損，因為佢哋應付唔切呢個突如其來嘅持續嘅加息週期。咁樣咧，為咗保護佢哋呢個存咗喺佢哋銀行嘅存款嘅安全啦，又重新引發咗呢個好似當年08年金融海嘯講嘅 too big to fail 呢個大到不能倒呢個金融呢個銀行業。嗰陣時咧就當然最後咧就有啲收購合併政府亦都出嚟又救咗市啦。喺嗰段時間咧，嗰一次比特幣亦都再次被視為呢個避險資產嘅，就係由佢嗰時已經反覆比較積弱跌到去2萬樓下嘅，就一下子咧2-3日咧又上漲到超過22000，甚至係24000我冇記錯。2-3日內嘅事，嗰次咧又真係令到一啲喺尤其啦，矽谷銀行主要係喺三藩市啦，去針對矽谷嗰邊嘅初創企業同埋一啲
VC 啦，呢啲創投而設噶嘛。佢哋當中咧都仲有唔少咧係仲未信 Bitcoin 嘅，就係由嗰一次嘅矽谷銀行呢個危機開始咧，佢哋都第一次去買入 Bitcoin。而有一啲咧就已經買咗 Bitcoin，但係咧就係擺喺一啲中心化嘅交易所入邊嗰啲人咧，就因為呢次危機咧，令到佢哋咧就重新諗一諗中心化交易所嘅風險喎。所以咧其實佢哋又會將嗰啲喺中心化交易所嘅 Bitcoin 咧就提出嚟，自己用自己嘅 private key 去 manage 嘅。當然啦，咁我哋從呢個歷史咁樣倒後鏡望翻轉頭，就一切都好理所當然嘅。大家聽到頭先呢幾次啦，就由08年金融海嘯、比特幣誕生開始，然後見到佢嘅每次喺金融危機入邊嘅升浪咧，見唔見到一啲嘢咧？其實咧有兩次其實最大嘅升浪咧。2013年嘅塞浦路斯嘅銀行危機啦，以至到呢個2020年嘅新冠疫情啊，帶動呢個大牛市啦，都係喺呢一個Bitcoin halving 嘅前後左右出現嘅，亦都間接又再次引證到一個咁樣嘅説法啦。比特幣嘅牛市咧就同佢嘅Bitcoin halving 呢個週期咧就息息相關嘅。嚟緊咧就下年5月左右咧就會再迎嚟一次呢個每4年一度嘅 halving 啦。上次就2020年啦，再之前嗰次就2016年啦，再之前就2012年啦。大家再諗下喎，其實我哋而家咧都有一場金融危機喎，呢場金融危機咧都可能好大喎。其實就係中國嘅債務危機啦，由佢嘅內房到佢嘅城投債，到佢嘅私募基金金融產品啦。有啲人甚至話而家咧係呢個中國版嘅次按風暴，或者係一個雷曼時刻啦。亦都有唔少人就覺得呢樣嘢係中國嘅危機啫，就可以喺中國境內就控制住嘅，就唔會擴散到全球嘅。我之前亦都有一啲文章啦，或者 YouTube 片咧都分享過我睇法嘅。世事往往都係咁嘅。金融海嘯嗰陣時咧，其實2006年開始已經出事㗎啦。去到2007年咧，直頭有一啲相關嘅機構倒閉嘅。HSBC 都出咗一個佢哋成立140幾年以嚟從來未出過嘅盈利預警喎。但係咧嗰陣時啲人都仲未諗到1年之後、年幾之後嗰個股市嗰個成全球嘅資本市場係咁大鑊嘅，可以係跌到4腳朝天。我相信係好多人係過去嗰20-30年係未見過嘅，係只係經歷過8-7股災嗰啲人咧，先至會有咁樣嘅類似級別嘅體驗嘅。我哋一開始嗰時會覺得唔會擴散到全球嘅呢個危機。如果你睇翻啲 timing 咧，用1年嚟去做 delay 嘅常態啦，我就話今年出嘅呢個中國內房嘅債務危機咧，亦都有可能係1年後先至擴散到全球。而咁啱咧嗰陣時咧，就可能正值 Bitcoin halving。另外仲有可能就係嗰陣時咧就要開始減息啦。呢啲聯儲局中央銀行往往係後知後覺噶嘛。佢哋係真係見到實實在在嘅數據先至行動嘅，即係佢哋唔會預測噶嘛。咁當佢見到呢啲咁樣嘅可能失業率上升嗰個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呢啲 PMI 下降呢啲咁樣嘅兆頭啦，甚至係 GDP 開始負數佢哋見到呢啲嘢發生之後，先至願意停止加息，然後再開始減息，永遠都係慢幾步嘅。所以就大家不妨去注視一下，半年至1年後會唔會就出現呢個咁樣嘅環球嘅危機產生嘅比特幣牛市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